就是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木乃伊，尸体做的。这不是外国的吗？这尸体做的，那都是死的呀。我们家思乔怕不是因为着急看花眼了吧？我没有花眼，我真的看见了。啊！太太，小姐肯定是受到了惊吓，把奶喝了吧。你相信我对吗？你是不是相信我？你是不是相信我？那个木乃伊把毛毛的嗓子都割坏，他都不会叫了。我们怀疑您虐狗纵火，有证据吗？你们警察平常就胡乱冤枉人，现在就连英国公民也不放过吗？你虐待动物，你的养子冬至发现之后，你就制造火灾将其灭口。你的养女小文的失踪你也脱不开干系。还有，你买通了李家的佣人张花兰，给目睹你罪行的李思乔下药。你的想象力应该去报纸上写小说。这不是我的想象力。我们带着李处长家的狗去你家，他被吓得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就被关在里面进行动物实验。这样的狗我们还发现了3只，身上到处都是针孔，还有被捆绑的痕迹。大家注意看他的虎口上有保险，那是经常使用金属剪刀还有手术刀的人。你是医生啊？我是医生，不代表我会虐待动物。再说，杀几只狗又怎样？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杀狗？用流浪狗做动物实验，这在中国并不违法。你家的火灾不是意外，而是你用煤油蓄意纵火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是个神父，还是英国公民。你觉得凭这些捕风捉影的猜测，能在法庭上给我定罪吗？那我能去搜一下你的教堂和住处吗？没问题。既然阮科长如此笃定我有罪，那就不妨查个彻底。前后左右，破口好好搜，一个角落也不能放过。报告，没有发现可疑线索。不，什么？没有证据？袁科长那么爱编故事，今日次不妨听听我的版本。2年前，我在天津收养了亚丽小文；8年前，我启程来北京前，又收养了董志。哎，董志，多吃点肉啊！我对弟弟更好。小文吃他的醋，就变得喜怒无常。那天我们吵架，小文拿剪刀扎伤我的腿，之后逃走。如果不信，可以验伤。包扎好之后，我就躺下了。董志在我的房间里看书，谁知道小文用煤油在屋子里点了我，还从外面锁我。啊！董志，董志，董志醒醒！董志醒醒！董志，董志，醒醒！一个10岁的小女孩，
凭一己之力制造火灾，你毫无察觉。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是我没有识破撒旦的伪装。不知道袁科长对这个解释是否满意？看样子，现在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死者脸部遭钝器重击，鼻骨、颧骨、眶面多处碎裂，肺部也烟灰。这么看，确实是被活活烧死的，不是死后抛尸啊。你继续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就这些证据不够指控潘斯的。可是如果在大火前，他的面部就受伤了呢？潘斯之前说过，那个柜子是从正面砸下来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有可能是用新伤掩饰旧伤。啊，都烧焦了，怎么分辨新伤旧伤啊？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，那李思乔之前看到的木乃伊，应该就是冬至。所以潘斯想封李思乔的口，就得收买张妈，得赶紧找到张妈。张妈8成已经被灭口了。我之前面对潘斯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慌。那就找小文。如果潘斯真是凶手的话，小文很有可能是目击证人。可也许小文也已经被灭口了呢。我让招财在三里河问了一圈街坊邻居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潘斯跟他们讲过后天他自己就要离开。我猜潘斯是想让这个消息传到小文那里，然后让小文来找他。找他干嘛呀？杀了他，潘斯有信心反杀。买香烟喽！香烟，有香烟吗，老板？哎，香烟，香烟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正发球去哪找你呢？你就送上门来。既然你们姐弟情深，那你就去陪他吧。
我是一个公民，我也只是。嫌疑人潘思，当街持枪杀人未遂，带回厅里待审。你们想干嘛？我来说案情，你只要点头摇头就好。你的住处仁寿胡同23号的火灾是你点的？那是谁点的？潘思住的侧屋的锁是你上的。你当时知道他和你弟弟都在屋里。小二身高1.4米，怎么跟你吵架就扎着你屁股了？你的故事我们也有一个版本，想听吗？死里逃生，你从屋里跑出来之后，发现冬至也跑出来了，去了后院。思乔见到的这个木乃伊，正是着急逃跑的冬至，但他还未呼救就被你打晕了，被你拖进了屋里。你用硬字典砸烂了他的脸。又做出他好像被书柜压住的假象。又重新点火，把尸体烧得面目全非。接下来，你着手处理唯一的目击证人，李处长家的闺女，寻狗启事暴露了他家的家庭位。第二天一早，你拦住了出门买菜的张妈，或是威逼，或是利诱，张妈同意了给思乔下药。小姐，汤好了。证据呢？证人呢？你把张妈藏哪儿了？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好，我刚才给了你坦白的机会，你没把握住。张妈给思乔下完药之后，按照约定，下午去教堂找你面谈。神父，你确定他们不会发现吗？神父，我家老爷可是警察厅的呀。上帝保佑你。上午，你简单的给冬至举行了葬礼，所以棺材还放置在那里。下午运尸车会过来，会把棺材运到安和公墓下葬。没有人知道，你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张妈钉在了棺材板底。
所以袁科长带人搜了你的教堂，包括你住的饭店，里里外外就算是地下室、冷库，全都搜了，却一无所获。之前对于你的罪，我们确实只能猜测，但现在有了张妈的尸体，还有指纹，就算联系大使馆，也保不了你了，对吧，卡特医生？这3只狗里，有一只跟毛毛一样，被切除了声带，剩下2只行动迟缓、食欲不振，有多饮多尿的症状。我观察它们 X 光，发现它们的地安区有过手术的痕迹，它们很有可能被摘除了脑垂体。脑垂体？脑垂体被摘除了，它们就再也找不到了。还是我怀疑，他对冬至也做了这样的手术。脑垂体摘除手术需要经过鼻腔，打开鼻中隔，进入顶头，所以冬至的脸正在我过着纱布。冬至明明可以跑出来的，可他为什么非要管那些小狗啊？李思乔的话里，冬至缠的绷带范围很大，应该是做完手术之后感染的。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，所以才让你帮忙把潘斯关起来，想和这个恶魔同归于尽，对吧？所以他救那只狗，是想让你们一起好好活下去。连带着他那份